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由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国内制造商牵头的政策智库呼吁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更严格的贸易壁垒。此前，拜登总统对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战略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让我们关注，泰国证券交易所选聘外来者担任总裁，以应对其5年来最糟糕的时期，包括股价暴跌、外国资金外流和企业丑闻。下面这条，微软在新电脑上推迟发布 AI 追踪功能 Recall， 原因是隐私担忧，该功能将仅在 Windows Insider 计划中预览。下一条，纽约法官准备驳回万事达和 Visa 公司价值300亿美元的 Antitrust 和解协议，该协议旨在限制商户的信用卡和借记卡费用。接下来这条，日本央行推迟公布债券购买削减细节至7月会议，引发日元贬值，因利率保持不变，但市场压住7月加息可能性降低。接下来，中国特期国债需求依旧强劲，最新拍卖的50年期国债中标利率低于预期，认购倍数超过5倍。尽管监管层警告长期债券存在泡沫风险，但投资者仍热衷于购买。让我们关注DP World 计划在未来3-5年内投资30亿美元用于非洲的新港口和物流基础设施，以满足包括对关键矿产出口需求激增在内的长期增长。接下来这条，随着苹果推出 ChatGPT， 苹果和谷歌逐渐成为竞争对手，因苹果与其搜索和在线广告合作伙伴谷歌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随着人工智能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苹果与谷歌的合作关系将面临新挑战。苹果与 OpenAI 合作，将 ChatGPT 引入 iPhone， 以应对其他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的全面投入。下面这条， Adobe 股价大涨，创近4年最大涨幅，受益于其创意产品强劲的未来销售预期，表明客户正在采用该公司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工具。接下来，挪威对富人增税的计划遭到企业强烈反对，他们警告称此举只会加剧经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严重依赖，政府拟扩大资本利得退出税范围，引发包括创业公司负责人等更多企业家和商人的担忧。他们质疑此举是否会影响挪威从长期依赖石油行业，预计今年贡献1/5的 GDP 转向多元化的目标。接下来这条，特斯拉投资者大会上，马斯克56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获得 77% 投票支持，尽管机构投资者和代理咨询公司强烈反对，该批准并不解决特拉华州法院针对薪酬方案的诉讼。一些法律专家表示，诉讼可能持续数月。下一条，美股期货大幅下跌，因创纪录的涨势降温，欧洲动荡和埃隆·马斯克的薪酬方案成为焦点。最后为您播报的是， Vanguard 投出支持票，通过了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560亿美元薪酬方案。Vanguard 表示，公司的业绩证明了此薪酬方案是合理的，此前曾因其规模太大而投出反对票。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